健康永驻的各位老朋友、好家人们，大家好啊，我是佑丽。今天啊，佑丽要带来一个绝对能让大家笑得合不拢嘴，能实实在在让咱们存折数字变漂亮的大好消息。咱们盼星星盼月亮，关于劳保年金调整的消息，现在终于有了非常明确的曙光。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2026年我们的劳保年金确定会迎来一次近年来幅度最大、最有力度的上调。根据目前最专业的试算，最高的调整幅度极有可能冲到 7.5%。这不是空穴来风，这是有根有据的预测。各位正在领取年金的长辈们，这份迟来的大礼，咱们真的等到了。在迫不及待跟大家分享所有细节之前，佑丽一定要先跟大家做个小小的约定。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健康永驻这个大家庭，请您一定动动手指，点击一下订阅，把旁边的小铃铛也打开，这样佑丽以后有任何关于大家健康、养老、权益保障的第一手消息，才能像老朋友聊天一样，第一时间送到您面前。也请您给这篇内容点个赞，把它分享到您的家族群、老友群里。更重要的是，佑丽特别想知道您是哪一年退休开始领年金的，请您一定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佑丽，因为今天的重头戏就是跟您退休的年份息息相关，我会针对大家的年份，帮大家看得更明白。好了，咱们闲话少叙，直接进入正题。最近这2年，我相信在屏幕前的每一位家人都深切地感受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这股压力就来自我们每天睁开眼就要面对的涨价。去菜市场转一圈，心里的账本算得噼啪响，以前100块能拎回满满一袋子菜肉蛋奶，现在可能买块好点的肉，再买把青菜，100块就见底了。鸡蛋价格起起伏伏，但总体是往上走，连做菜必不可少的葱姜蒜都成了要掂量一下的金贵配料。这还只是吃的，看看家里的缴费单，夏天的电费，每个月的水费，再看看邮箱，出门的油钱或是公交地铁票，哪一样不再悄悄的、慢慢的往上爬？对于我们这些依靠每个月固定退休金过日子的长辈来说，这种感受特别深刻，也特别焦虑。因为咱们口袋里的钱每个月还是那个数，雷打不动，但外面要花钱的地方，价格却像长了脚一样不停地往上跑，钱不禁花了。所以啊，很多长辈心里都有个疙瘩，有个很大的疑问，明明物价涨了这么多，生活成本高了这么多，为什么2025年咱们的劳保年金1分钱都没涨呢？大家心里有失落，有不平衡，佑丽完全理解，因为咱们都是这么一天天过着，感受是真真切切的。但是佑丽今天就是要用最肯定的语气告诉大家，咱们去年的等待，今年的期盼，全都不是白费的，它的价值将在2026年一次性的丰厚的兑现给大家。根据主计总处最新的数据预测，经过精密严谨的试算，2026年劳保年金的调涨已经是铁板钉钉，绝对不会更改的事情。而且这次不是小打小闹的调整，而是一次非常罕见的大幅调涨。目前的预测区间就高达 7% 到 7.5% 之间。7.5% 听起来可能就是个数字，咱们来把它变成大家每天过日子看得见摸得着的钱。假设您现在每个月领2万块的劳保年金，调整 7.5%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您每个月会多出1500块钱。请您注意，这多出来的1500块不是只发一次的红包或者奖金，它是从调整的那个月开始，以后每一个月都会准时汇入您账户的永久性加薪。只要咱们持续在领年金，这笔钱就会一直跟着咱们。您想想看，每个月多1500块，它能多买多少斤肉，多少斤蛋？它能多交1-2个月的电费，能让咱们在给孙辈零花钱的时候更宽裕一点，能让咱们在面对菜市场标价时腰杆挺得更直，心里更有底气。这就是这次调整最实实在在的意义。讲到这，而大家肯定要问了，而且这个问题憋在心里可能很久了。佑丽啊，为什么2025年死活不涨，非要等到2026年才涨呢？是不是有什么别的考虑？这里啊，佑丽必须给大家讲清楚这背后一套非常严谨也非常公平的法律逻辑，它叫做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率机制。咱们的劳工保险条例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当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的累计成长率达到正 5% 的时候，劳保局就必须依法启动年金调整程序。关键中的关键就在累计这2个字上。虽然2024年、
2025年物价确实在涨，但因为每一年退休的前辈，你们开始领钱的基准年份不同，物价的起跑线也不一样。算到2025年年底，很多年份的累计涨幅可能正好卡在 4.8%、4.9% 这个位置，它就是差那么一点点，还没突破法律规定的 5% 那条红线。所以在法律层面上，劳保局在2025年是无法启动调整按钮的，他们必须依法办事。但是时间进入到2026年，情况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了。因为要把2025年整整一年的物价上涨数据全部加进去重新计算，而2025年的物价根据预测依然会保持一定的上涨幅度。这就好比咱们往一个杯子里倒水，前面2年倒了快满了，但还没溢出来，2025年这最后一股水倒进去，哗的一下，水就漫出来了。这个水漫出来的临界点就预计发生在2026年的5月，到时候好几个特定年份退休的长辈，你们的累计涨幅会一次性冲破 5% 的门槛，甚至直接冲到 7.5% 附近。所以这绝对不是政府突然变得特别大方，而是法律规定的时间点到了，他要把过去几年因为物价上涨而悄悄吃掉的咱们的购买力，通过这次大涨一次性的公平的补偿回来。那么接下来就是所有人最关心，心脏可能都要加速跳动的核心问题了，到底谁有资格成为2026年这次大涨的幸运儿？佑利在这里要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并不是所有领取劳保年金的人明年都能调。劳保局的调整是严格按照您第一次开始请领劳保年金的那个年度来划分的。根据目前最可靠的试算结果，有5个年度的人群极大概率会成为明年这场及时雨的受益者。用咱们标题的话说，这5个年度退休的每月能多领几千块。第一群人是民国100年和民国101年，也就是2011年和2012年退休开始领钱的长辈。你们是这次调整名单中最核心，也最可能享受到接近顶格调幅的群体，因为你们退休时间早，经历的这个累计周期长，虽然中间可能经历过调整，但在新的累计计算里，你们的数据已经沉寂了相当一段时间。再加上最近这几年物价涨速确实比较快，你们这个年度的累计数值已经堆叠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如果您是这2年退休的家人，那么恭喜您，明年您的调涨幅度很可能就是最高的那一档， 7.5% 正在向您招手。第二群人数非常庞大，是咱们银发族的中坚力量，那就是民国105年、106年和107年、2016、2017、2018年退休的长辈。这3年的朋友特别多，你们退休的时候，物价基准处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但这恰恰意味着最近这一波尤其猛烈的通货膨胀对你们累积涨幅的推动力是巨大的。算到2026年，你们这3个年度的累计成长率是100%会突破 5% 的法定门槛的。所以佑利要特别恭喜105、106、107这3年退休的家人。你们在2026年也一定会迎来一次实实在在的月薪上调，这笔钱会稳定的进入您的账户。除了以上这2大主力群体，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黑马年份，那就是民国111年、2022年退休的长辈。您可能会觉得，我才领了没2-3年年金，时间这么短，怎么可能轮到呢？这就是这次物价上涨的特殊性所在了。2022年以来的物价涨势，大家都感受到了，是比较少见的。这就导致111年开始领年金的朋友，你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累计涨幅就像坐上了快车，飞速接近 5% 的临界点。因此，民国111年退休的家人，你们也非常有希望被纳入2026年这一波调整的名单之中。这算是一个小小的惊喜。至于在2023年、2024年，甚至更晚才退休开始领钱的朋友，您可能会有点小失落。因为您开始领钱的时候，物价本身已经处于高位了，累计的变动时间还不够长，数值可能还没累积到 5%， 所以明年的大调整大概率还不会轮到您。但是请您千万不要灰心，这个累计机制是每年都在滚动的，您的数据也在里面，只要时间到了，累计涨幅达标了，该给您调的1分都不会少，请您完全放心。好了，资格讲清楚了，咱们就来实打实地算算账，看看这几千块到底是怎么来的，您家能多出多少钱？大家现在可以心里默算，或者拿个计算器跟着佑利一起按一按。咱们举几个例子，您就对号入座。假如您现在每个月领的劳保年金是25000元，
如果明年最终确定的条幅是 7.2%， 取个中间值，那么计算就是25000元乘 0.072 等于1800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调整的那个月开始，您每个月到手的钱就从25000变成了26800元，每个月多1800，一年12个月下来，您就多出了21600元。这笔钱对于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它能办很多事。再比如，如果您工作时的投保薪资比较高，现在每个月能领到35000元的年金，那么同样以 7.5% 的顶格条幅来算，35000摩朵列腾列南拉果你森罗比亚克尼居国建，您每个月直接多出2625元，一年下来多出31500元。这笔钱足够老两口规划一次非常舒适、悠闲的国内长途旅行，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或者可以作为给宝贝孙儿孙女的一笔丰厚的教育基金、成长红包，哪怕就是简单的存起来，心里那份应对突发事情的从容和安稳，是再多钱也买不来的。算完这笔开心的账，佑利必须要把话锋转一转，跟大家叮嘱几个千万不能搞错的关键时间和细节。大家千万不要以为2026年1月1号元旦，咱们存折里的钱就会变多，不是这样的。政府有它一套严谨的行政流程，每一年的完整物价数据要到第二年的3、4月份才能全部统计核算完毕，所以劳保局正式发布官方公告，明确告诉大家今年调哪些年份，具体调几的时间点，通常是在2026年的5月份。公告之后，真正把钱汇到大家账户里的时间是2026年的6月份。这里有一个超级重要的细节，佑利请求大家一定要记在心上，或者拿张纸写下来，贴在冰箱上，那就是明年6月份，当您去刷存折或者看账户明细的时候，您很可能会看到2笔入账记录，一笔是您原本每个月在领的那个旧的金额，比如2万元，另一笔就是多出来的调整金额，比如1500元。请大家千万不要慌张，不要以为是银行搞错了，或者以为是哪里会来的不明款项，更不要往诈骗那边去想。这是因为在调整正式实施的第1个月，劳保局的财务系统为了让大家一目了然地看清楚我到底涨了多少钱，会采用一种分开列账的方式。等到7月份，系统就会把这2笔钱合并起来，一次性将21500元汇到您的账户。所以6月份看到2笔钱是100%正常的官方操作流程，大家稳稳的收下就好，完全不需要特意打电话去劳保局询问，免得占线还让自己心慌。一谈到钱，特别是这种全国性、大规模的发钱消息，佑利的神经立刻就绷紧了。我必须要用最严肃、最急切的语气跟大家谈一谈防诈骗的问题。现在的骗子无孔不入，手段层出不穷，而且他们最喜欢盯上的就是我们这些善良，有时信息接收没那么快的长辈。我可以100%断定，只要明年劳保年金大涨的消息正式传开，各种诈骗剧本就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他们可能会冒充劳保局、社保中心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您，王伯伯、李妈妈您好，我是劳保局客服，因为您的年金明年要上调 7.5%， 系统需要升级认证，请您把您的银行卡密码告诉我一下，或者现在去最近的 ATM 机，按照我的指示操作，才能激活这项调整功能。他们也可能发伪造成官方号码的短信，里面带一个链接，说点击链接填写资料，即可申请调涨补贴。佑利在这里要对着镜头，用力的、大声的告诉大家，这全部都是骗局。劳保年金的所有调整，从头到尾都是全自动的电脑作业。劳保局有所有领取年金人员的完整档案和账户信息，时间一到，电脑程序会自动计算好每一个人应调的金额，然后自动汇款到您一直在接收年金的那个银行账户里。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环节需要您提供密码、验证码，不需要您去 ATM 进行任何操作，更不需要您点击任何不明链接填写个人信息。劳保局绝对不会因为年金调整的事情主动打电话或发短信向您索要这些敏感信息。如果您接到任何自称是官方机构谈论年金调整并要求您操作转账、告知密码的电话或短信，请您立刻马上挂断电话，不要回复短信，也不要点击任何链接。您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进行求证。
咱们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是晚年安稳的基石，一分一毫都不能让这些可恶的骗子骗走。请大家务必把佑丽这段话也转告给身边所有的老兄弟姐妹们，咱们互相提醒，抱团防骗。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这次调整，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加钱，它背后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制度的温度和公平。通货膨胀就像一个小偷，在不声不响间稀释了我们口袋里钱的购买力。而这个依据物价指数累计调整的机制，就像一位公正的法官，定期把小偷偷走的价值判罚回来，归还到我们手上。2025年我们共同经历的这份高物价的压力，将在2026年通过这次大幅调整，得到一次集中有力的补偿。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咱们还是要精打细算，多看像健康永驻这样提供正规资讯的频道，捂紧自己的钱袋子，把日子过得既精细又有智慧。现在啊，佑丽想请大家花2分钟时间去做一个简单的动作，找出您的劳保存折，或者让子女晚辈帮忙，在劳保局的官网 APP 上查一下，确认一下自己到底是从哪一年、哪一个月开始领取劳保年金的。如果您发现自己正好是佑丽刚才提到的民国100年、101年、105年、106年、107年或111年这5个幸运年份中的一员，那么您现在就可以带着笑容去跟您的家人分享这个好消息了。您可以拍拍老伴的手说，明年啊，咱家的菜篮子能更丰盛点了，给你多炖几次你爱喝的汤。如果您在公园里、社区里遇到同一年退休的老同事、老邻居，也请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让大家一起高兴高兴。同时也务必把防诈骗的提醒传递出去，这才是真正的守望相助。佑丽一直觉得，退休生活过到最后，过的就是一种安全感。我们忙忙碌碌了大半生，晚年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安稳。政府能够依照白纸黑字的法律，在物价高涨的时候，启动机制为我们调升年金，这是对我们过去几十年劳动付出的尊重，也是对我们晚年生活的一份郑重承诺。7.5% 这个数字，它不冷冰，它背后代表的是一份暖心的保障，是让咱们在人生的后半程能够生活得更加从容、更有尊严、更有质量的一份坚实底气。大家在评论区留言的时候，除了告诉佑丽您的退休年份，不妨也分享一下，如果明年这笔调整的钱顺利到账了，您第一个想用它来做什么？是想要换一套更护己、睡得更香的床垫被褥，还是想买一些真正高品质的保健营养品，把身体调理得棒棒的？或者是想悄悄地存起来，给自己备一个更厚的应急小金库，图个心里彻底踏实？不管您有什么样的打算，这笔钱都是您应得的，怎么花您说了算，开心就好。佑丽和健康永驻整个团队会像大家的眼睛和耳朵一样，一直帮大家紧紧盯着劳保局的一切官方动态。只要5月份公告一出，或者条幅有任何最新的确切的变化，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在这里做详细的解读，绝不让大家错过任何重要信息。最后，咱们再把今天所有重点中的重点浓缩成几句话，帮大家牢牢记住。2026年劳保年金大涨，最高幅度看齐 7.5%， 这是一次多年未见的大力度调整。2. 主要受益者是民国100年、101年、105年、106年、107年以及111年这5个年度开始领年金的长辈。3. 钱不会1月到账，官方流程是5月公告，6月汇款，请大家耐心等待。4. 6月收到2笔钱元金额加增加额是正常操作，7月起就会合并成一笔入账。5. 全过程自动完成，无需任何操作，严防所有以调整年金为名的诈骗电话和短信。只要牢牢记住这5点，您就能稳稳当当地接住2026年这份丰厚的养老大礼包。佑丽在健康永驻频道，每天思考如何将有用、准确、贴心的资讯以易懂方式传递给长辈。我们不只是频道，更是您退休生活中值得信赖、能说知心话的伙伴。在这个信息繁杂的时代，长辈需要一个静心讲真话、办实事的信息港湾。如果您觉得佑丽的话有帮助，请订阅健康永驻，点亮小铃铛，点赞并分享。您的支持能帮助我们完善内容，并将防骗盾牌、维权知识传递给更多迷茫长辈。